美国与日本要在钓鱼岛海域进行演习，日本右翼计划进行网络直播，不怕挑起中日军事冲突吗？美国真的会武力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吗？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这个日本有一些议员啊，就是鼓噪日本政府说，应该就是美日联合演习的时候啊，在钓鱼岛附近的时候要进行这种网络直播。哎，怎么他们就突然会出现这么一种叫嚣呢？就是在钓鱼岛附近，你和美国搞军演，实际上就是一种挑衅性的行动，就是一种制造矛盾。哎，怎么还要进行网络直播呢？我认为啊，就是日本呢，他这些右翼分子啊，他想干什么呢？就是在钓鱼岛啊，这个中日之间有争端的这个领土上，要制造麻烦。因为制造麻烦呢，才可以把美国拖进来。因为他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虽然口头上表态说啊，这个符合啊，就是这个日美啊军事同盟条约第5条，可是那个第5条是非常活的呀，它有从1到9或者到10这么多的选项。比如说这个1的选项是什么呢？是做出必要的反应。那这个反应可以是说，哎呦，我注意到这个事儿了啊，我可以给你提供点情报，对不对？这也是必要的反应，或者是举措。那么逐步的升级啊，我给你一些武器装备上的支持，到最后我跟你一块大打出手啊，这可能就到了9了。所以呢，这是一个什么呢？非常有弹性的这么一个说法，或者是这么一个措施。那么日本呢，就极力的想把美国绑上日本的这个车子，让美国来为他这个撑腰。这样的话呢，就是要采取当美日进行这种军演的时候，网络直播，你看看这个网络一架起来，实时的你们就看到了美国军队来了吧，海军来了吧，空军来了吧。你看这个海军陆战队也和我们这个水上的这个机动团也一块进行演习了，所以这就等于是把美国绑到了日本的车上啊！你要为日本的这个利益服务吧，要为日本的这个说法站台吧。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搞网络直播是要把美国绑上来。第二点呢，就是要在这里制造矛盾，因为他光凭日本这样空喊没用啊。因为不起任何作用啊，说这个我和美国搞演习了啊，这个美国会支持我的，不行啊，他要用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啊怎么宣传出去？网络直播。再有一点呢，就是网络直播以后呢，他说你看这个我对这个军事演习进行了网络直播吧，说明我什么？对这个区域是控制的，是我控制的，我才能够搞网络直播呀。那我没控制这个区域，我怎么搞网络直播呀？对吧？所以这又是一种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就是占有主导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你在这个区域里边搞网络直播，那显然是侵犯中国的利益的呀，是对中国的一种挑衅。那中国必然不会坐视不管，必然要出手。那一出手，矛盾就来了。那既然当中日之间假设在钓鱼岛的这个问题上，在他所谓的直播的时候发生了冲突矛盾，那美国又在这儿搞演习，那怎么办啊？那美国是不是就要出手了，对不对？这不就把美国直接拖上这个日本的这个战车了吗？或者拖上了这个日本他所设下的这个陷阱了吗？那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我们就看到呢，日本的这些右翼分子，或者是这些想制造麻烦的人，就在鼓噪就是当日本和美国在钓鱼岛附近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要进行这种网络的直播。所以我们呢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就是第一要看到日本的就是这些人的企图和阴谋。第二点呢，我们要奉劝就是美国在这个中日钓鱼岛问题的争端上不要在这里加深矛盾，或者是这个制造麻烦应该在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联合军演中吧，应该在这个区域的选择上、投入的兵力上，还有演习的科目上要谨慎的行事这样
可能才能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和平。不然的话啊，如果在这个地方发生矛盾或者争端的话，那么我想，无论是日本和美国啊，都不会有他们预期的这种好的结果。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